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地狱极乐丸》。本作发售于1990年，游戏的画面风格、操作的手感，还有副武器系统，非常像红白机平台的另外一款游戏《蝙蝠侠》。游戏最大的特色是主人公使用的武器，就是他的头发。我应该说他的头发厉害，还是说他的脖子厉害呢？万一哪一天睡觉落枕了，就等于失去了攻击的手段。游戏的副武器一共有5种，开场默认是有能量弹的，每过一关会得到一种新的副武器，包括了能量炮、3项弹、能量炸弹还有能量导弹，其中我最喜欢使用的是能量炸弹，攻击力很高。使用副武器消耗的是芯片，也就是屏幕下方蓝色的方块。不同的副武器消耗的数量也不一样。在 BOSS 战的阶段，玩家可以暂停之后用血量交换芯片，或者是用芯片来交换血量。这里是第一关的 BOSS 战，因为每次切换场景，人物的血量还有芯片数都会得到一定的恢复，其中血量应该是恢复4点，芯片数恢复6点。所以说你每次转换要注意二者的平衡，把恢复的作用最大化。第一关 BOSS 打完之后得到了能量炮，能量炮和能量弹相比具有穿透的效果，而且发射的距离更远。这款游戏的流程一共有6关，不算长，但是在关卡的流程当中，有大量的考验玩家跳跃的地方，而且很多地方一旦你失误了，会掉下很远，大段的关卡需要重新的跳跃，无形当中也增加了攻关的难度，还有攻关的时长。想要顺利通关，就需要对跳跃的掌控力，包括你的节奏、强度还有落点。游戏当中的水流、传送带还有冰块的路面都会对你的跳跃产生影响。这里走右侧，奖命其实是无所谓的，因为有一些杂兵也能够爆出奖命的道具。另外，游戏的难度也不在于生命数还有血量，主要来自于一些跳跃，需要玩家的微操。刚才我使用的副武器就是能量炮，打这个 BOSS 特别好用。打完之后会得到新的副武器3项弹。已经第3关了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。游戏的故事发生在2015年，已经过去了呀。但游戏开发的时间是在1989年左右，所以开发组觉得距离2015还有20多年呢，1/4个世纪。在黄金之国的黄金城，一切都由中央电脑进行管理，但是突然有一天，电脑被黑客入侵了，
中央电脑被入侵之后，就开始拒绝人类的访问，并且把整座城市逐渐改造成古代遗迹的样子。人类为了解决问题，决定挑选一名人类，把他的意识转化为程序，进入数字空间，关闭电脑的防火墙。黑客帝国表示你是懂电脑的呀。最后挑选了一位15岁的少年石野波比，年纪有点大了，因为拯救世界最佳的年龄是14岁啊。为什么选他呢？因为他的祖先叫做地狱极乐丸，曾经有过进入异空间的经历。这里是第3关的 BOSS 战，这个 BOSS 是我最讨厌的 BOSS， 没有之一。他在屏幕上左右移动的时候是无敌的，打不了。对于我这种喜欢和 BOSS 拼命的人来说，实在是太难受了呀。所以每次他一下来，我就上去拼啊。反正血量是咱们多，芯片的数量也不少。它左右移动的时候有2种飞行高度，一种是半高的，只能跳跃，还有一种是高空的，咱们可以蹲下来躲避。这个 BOSS 打完之后，就入手了我最喜欢的副武器——能量炸弹。主人公关闭了中央电脑的防火墙之后，发现入侵的信号来自于土星的卫星轨道，外表是一个勾玉的物体。它利用了人类几年前发射的土星探测卫星亥伯龙神，最后人类决定让主人公控制亥伯龙神撞向这个勾玉。最后主人公也是完成了使命，人类也成功的把主人公的意识从数字空间抢救回来了。不过入侵中央电脑的物体，它的来历始终也没有调查清楚，估计是想在剧情上留一个尾巴。但是很遗憾，30多年过去了，这款游戏也没有了续作。主人公是一个歌舞伎的装扮，大家可能也接触过噬魂的千两狂死狼，以及火影的自来也等等。我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，还以为主人公是小姐姐呢。后来才知道啊，他是来自于11区的纯爷们儿，这对我的心理造成了成吨的伤害。这关的 BOSS 拼就可以了，觉得他血量不多了，可以用炸弹。打完之后，获得了游戏当中的最后一个副武器——能量导弹。大家应该也看到了，这款游戏现在已经汉化了，而且是大字体的汉化版，看起来非常的舒服。过场的时候，对游戏的剧情都是有完整交代的。这里打出一个奖命。可能很多小伙伴玩这款游戏当年是止步于第3关，也有一些是止步于第5关的第2个部分。第2个部分是一个垂直的卷轴，咱们需要不断的往上跳。有些情况下你犯了错，被敌方碰到了，会往下掉很久，掉很远，可能你5分钟左右的努力都白费了。
导致一些小伙伴明明水平上能够通关，但是反复的掉下来几次，心气儿就没了，不想玩了。摔手柄，弃坑。整个游戏当中，跳跃难度最高的版面来了。这个地方不但要掌握好跳跃的节奏还有力度，你也要观察脚下起跳时候的路面。如果是传送带或者是冰面的话，它对你跳跃的距离有很大的影响。每一次跳跃之前都要想好，小心一点，不要被地方碰到。芯片和血量的资源都是够的，所以该放副器的时候一定要放。墙上有尖刺，在墙面爬行的时候有一点像忍龙，但是它从墙上下来那一下，跳跃的高度要远远的低于忍龙，所以你在墙上下来的时候要尽量爬得更高。刚才的一个传送带是反向的，差一点把我晃下来。这个场景过了大半了，前方不远是 BOSS 战，这个 BOSS 不需要使用副器，纯拼血就可以了。终于是过来了呀！这个场景被卡住的小伙伴可以举手了。BOSS 的体积很大，弱点就在头部。咱们的血量比较充足，和他拼就可以。但是这里要注意，因为咱们消耗了太多的血量，芯片比较充足，所以说打完之后别忘了转换一下。后面就是第6关，也就是最后一关。最后一关主要就是2场 BOSS 战 ，BOSS 的2个形态。我手里的芯片比较富裕，所以说就使用炸弹来炸。第一形态还是比较好打，打完了之后再转换一下，芯片用的差不多了。第2形态，它发射子弹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对它进行攻击，所以要抓一下时机。对面的攻击速度很快，但是无所谓，咱们的输出也很高。这样的话通关了。可能当年很多小伙伴卡在了第3关或者是第5关，现在云通关也一样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地狱极乐丸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